俄乌冲突已持续270天，近日传出了美西方促俄乌和谈的消息。刚参加完 G20 峰会的英国新首相苏纳克突然造访乌首都基辅，再给出5000万英镑的援助。但外界关注到他在讲话中给出了这场冲突结束的时间点——明年夏天。不过，乌克兰方面却对和谈表现的态度强硬。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直指，西方不想和俄罗斯的关系完全破裂，因此敦促俄乌双方恢复谈判。只不过，泽连斯基并不希望如此。英国首相苏纳克19号在无预告下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乌克兰之行。苏纳克宣布对乌提供一笔价值5000万英镑的新援助，包括125门高射炮和对付攻击型无人机的技术。自俄乌冲突今年2月爆发以来，英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约38亿英镑，约合321.5亿元人民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对乌援助的各国中仅次于美国。俄媒批评称，苏纳克访乌是为了摆脱其国内问题面临的困境。俄罗斯联邦新闻通讯社20号援引俄政治学家科尔尼洛夫的话称，苏纳克上台后无法应对英国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他需要通过访问基辅来获得政治红利。而对于欧洲领导人来说，想要提高个人收视率，访问基辅是路途最近的选择。而外界关注的重点却是苏纳克在乌克兰的一段讲话，大意为让我们希望到明年夏天可以结束这场野蛮战争，确保公正的和平。有报道透露，英美等北约成员国正在努力争取在明年夏天了结这场战争。近期，有关美西方国家要求俄乌和谈的声音频起，就连美国也开始施压乌克兰敞开谈判大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近日就表示，从军事上把俄罗斯赶出乌克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乌克兰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今年冬天为乌克兰提供了一个好的谈判机会，乌克兰政府应该抓住机会同普京谈判，以便可以争取更多的谈判利益。但米莱的这番好言却彻底惹恼乌克兰，乌军方直接放出狠话称，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谈判，除非俄方自愿放弃掉所有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日前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在乌克兰方面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后，西方国家敦促俄乌和谈的企图非常奇怪，这意味着要求正在收复失地的国家向输家投降。此外，波多利亚克还表示，俄罗斯所谓的和谈信号只是在拖延时间，从而为俄方训练士兵、筹集军备、加固阵地等争取时间，因此与俄和谈毫无道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9号直指西方不想与俄罗斯的关系完全破裂，因此敦促俄乌双方恢复谈判，但泽连斯基并不希望西方如此做。事实上，乌方对谈判的立场始终在变化之中。在俄罗斯主动撤出赫尔松市后，他们认为是冲突的一个重大转折，并提出了谈判条件。从泽连斯基最初的保持中立地位，到普京下台、撤军、赔款的谈判立场，不难看出，乌方在得到北约持续不断的支持情况下，对冲突前景愈加乐观。近日，以视频方式出席 G20 峰会的泽连斯基提出了和谈的10项条件。这10项条件与本月7号提出的5项条件相比，态度显得更为强硬。而在泽连斯基开出10大条件后，乌克兰受到最强空袭。当天，乌全境受到85次导弹攻击，目标大多为能源基础设施。俄方认为，泽连斯基提出的谈判条件恰恰表明了乌克兰没有真正进行谈判的意愿。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方面一直以来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恰恰是乌克兰在以各种方式拒绝谈判，并提出不现实的条件。观察人士指出，当前俄乌冲突仍处在僵持阶段，双方围绕谈判的立场分歧难以弥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采科夫认为，考虑到乌克兰目前的立场，即便举行谈判，取得成果的可能性也不大。